闺蜜因为和男友吵架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女人竟找来自己的表哥，假装闺蜜的情人。在闺蜜醉得不省人事的情况下，女人偷偷拍下了照片，而一场狂风暴雨也随之悄然来袭。常欣然和男友王杰交往已有多年，情侣间小打小闹不断。常欣然总抱怨男友不信任自己，这回喝得酩酊大醉的她，再次向好闺蜜陈婷大吐苦水。然而陈婷表面上好言相劝，暗地里却是包藏祸心。当她和表哥李斌将常欣然扶到床上后，令人咂舌的一幕出现了。取得陈婷的示意后，李斌突然将常欣然压在了身下。此时的常欣然早已酩酊大醉，只能任由李斌摆布。快拍呀！哥们儿为了你将来幸福，连节操都不要。欣然，对不起。在表哥的催促下，陈婷狠下心来拍下了常欣然的不雅照。而这几张照片不仅将常欣然与王杰的恋情推向了深渊，也彻底摧毁了常欣然和陈婷的姐妹情谊。陈婷竟将照片发给了王杰，王杰一怒之下向常欣然提出了分手。常欣然马上意识到是陈婷在从中作梗，但最终只是悲伤地冲出了家门。他知道王杰从始至终都不信任自己，而陈婷之所以下此狠手，竟是因为她也爱上了王杰。为了成全自己，便设下了毒计，被好姐妹挖了墙角。常欣然对陈婷是恨之入骨，从此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多年后陈婷却又千方百计到处寻找常欣然，而这次她竟然又算计上昔日的好闺蜜了。这天，常欣然在街上偶遇了陈婷。9年的时光似乎已经洗净了常欣然心中的怨恨，他热情地邀请陈婷到家中做客。可走进常欣然的家，陈婷却一眼就看见了常欣然与王杰当年的合影，就连王杰送的礼物，常欣然也完好无损地保留着。可常欣然却慌忙将照片合了下去，称往事已随风而去。而陈婷在确认常欣然至今仍单身后，则开始热情地介绍自己的家庭。她和王杰共同经营着一家公司，两人还有一个准备上小学的女儿。说着还拿出了照片。此时的常欣然怎样都想不到，与昔日情敌相遇，自己的人生竟将被搅得天翻地覆。几天后，陈婷突然带着6岁的女儿来到常欣然家中，希望常欣然能帮忙照顾女儿2天，因为夫妻俩要出差一趟。常欣然闻言顿时面露难色，但在陈婷女儿稚嫩的恳求声中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可常欣然万万想不到，说要出差的陈婷竟在不远处偷偷观察着这一切，看着常欣然对女儿疼爱有加的一幕，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昔日情敌如此信任自己，常欣然似乎也释然了不少。可没想到陈婷接下来的一个建议，却又在他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陈婷竟突然邀请常欣然到自己的公司任职。面对常欣然的困惑，陈婷坦言，当年对常欣然做了那么过分的事，常欣然都没有当着王杰的面揭穿他。因此陈婷十分信任常欣然的人品，帮他在公司里找份好工作，也算是给当年的过错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在陈婷的坚持下，常欣然带着一丝疑惑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来到情敌和前男友的公司就任。然而常欣然万万料不到，从这一刻起，自己已经沦为对方手中的一枚棋子。当常欣然来到王杰面前的时候，王杰瞬间惊呆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昔日的恋人。陈婷见状，则第一时间向王杰解释了来龙去脉，随后便拉着常欣然去安排工作了。妻子突然将自己的前女友招到公司上班，王杰对此事深感不解。可陈婷面对疑问，却很坦然地表示，过去的事她和常欣然已经放下了，现在只是单纯地想给常欣然找工作，让王杰别多想。可王杰闻言却仍是忧心忡忡，而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，竟是隐藏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这天，陈婷再次找到了常欣然，可这次他突然拆穿常欣然对王杰一直念念不忘的事实。常欣然不理解陈婷的想法，既然有所顾忌，又何必把他带进公司里？而陈婷接下来的一番话，却彻底震惊了常欣然。是我想把王杰还给你，我希望你能嫁给他。什么？没吃错药吧？情敌竟打算让出爱人，常欣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知道陈婷演的是哪一出。原来陈婷不幸被检查出癌症，从年初开始，她只要衣不按时吃饭，胃部就会传来阵阵剧痛。后来瞒着王杰去医院做了检查，才知道自己得了胃癌。如今陈婷还有2件事放不下，第一件事是丈夫和年幼的女儿，第2件事就是当初她对常欣然犯下的罪过。
常欣然此时方才知道，他和陈婷的相遇并不是偶然。这几个月，陈婷一直在打听常欣然的下落。知道常欣然仍是单身，工作也不尽如意后，他便做出了一个决定：既然自己时日无多，不如就把这个家让给常欣然，成全常欣然多年以来的夙愿。常欣然听罢，内心瞬间一片混乱，第一时间想要拒绝。陈婷并没有逼迫常欣然，只是希望常欣然不要逃避，试着留下来面对这一切。在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挣扎后，常欣然答应了陈婷的请求。当年陈婷和王杰伤透了他的心，也给他留下了难以解开的心结。而今情敌将至，常欣然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抓住失去的幸福了。然而他万万想不到，事情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美好。转眼之间1年过去，在陈婷的刻意安排下，常欣然和王杰越走越近。这天，王杰更是准备单独带常欣然去外地出差。尽管陈婷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。憋屈的陈婷只能找到表哥李斌借酒消愁，自己的让夫计划即将完成，心愿也将得以了却。可此时的陈婷心里却充满了不甘和悲痛，一直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。可陈婷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在自己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命运却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酒过数巡后，陈婷出现了呕吐现象，这让她不禁想起自己最近胃疼的次数变少了。在李斌的陪同下，陈婷前往医院检查。可当他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，却惊呆了。陈婷的癌症居然痊愈了。根据医生所说，最近几年癌症研究发展得很快，现在已有超过1半的癌症可以治愈。只要患者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很多癌症都会自行消失。陈婷如梦似幻地听完李斌的解释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生命危机竟然就此解除了。失而复得让陈婷倍感珍惜，下定决心以后要好好注意身体。激动过后，陈婷马上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王杰，可却被李斌一把拉住。王杰一直都不知道陈婷生病的事，现在陈婷只能当这一切没发生过。陈婷正欲点头，但想起他对常欣然的承诺，心里却又瞬间沉了下来。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，她心甘情愿地承受着与他人分享丈夫的屈辱，甚至处心积虑让他们旧情复燃。现在这一切又该如何收场？还没来得及享受重生喜悦的陈婷，就这样又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中。几天后，王杰和常欣然出差归来。常欣然在出差期间特地学了几道菜，一回到家就为陈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。王杰也为妻子买了礼物，可一听是常欣然帮忙挑的，陈婷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。他默默地走进房间，竟用剪刀将礼物大卸8块。王杰和常欣然见状，顿时大惊失色。你疯了，周亮！对，我是疯了，所以我才做出这么多傻事来。陈婷没办法说出实情，只能用歇斯底里的怒吼来掩饰内心的恐慌和迷茫。事已至此，李斌劝陈婷向王杰和常欣然坦白，但陈婷心里明白，王杰把夫妻之间的信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说出实情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如今只能把委屈和无奈往肚子里吞。可常欣然这边却不想继续隐瞒了，仍以为陈婷时日无多的他将真相告诉了王杰。然而让常欣然难以置信的是，王杰竟早就知道陈婷患上了癌症。当初陈婷的检查报告出来后，不肯告诉王杰，王杰就去医院查清楚了。而他之所以始终保持沉默，就是为了迎合妻子，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治疗。常欣然闻言顿时如遭雷击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王杰对自己一直都是在演戏。面对常欣然的质问，王杰却只有淡淡的一句抱歉。很快，王杰就找到了陈婷，得知妻子大病痊愈后，王杰激动不已，夫妻俩顿时沉浸在久违的幸福当中。可常欣然此时的处境却变得无比尴尬。为了避免矛盾，王杰竟过河拆桥，直接找到常欣然要将其辞退。常欣然瞬间怒不可遏，直言当初要不是陈婷横插一脚，他也不会和心爱的人分道扬镳。如今眼看就要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却又如弃子般被丢在一边。此时常欣然的心里已被不甘填满，可王杰仍然只有淡淡的一句抱歉。殊不知一场危机已经悄然来袭，怒急攻心的常欣然竟然到学校擅自接走了王杰和陈婷的女儿，将其囚禁在自己家中。常欣然想让夫妻俩为他们的无情付出代价，然而法网恢恢，王杰和陈婷见女儿迟迟未归，便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最终警方以诱拐儿童的罪名将常欣然逮捕归案。1年后，常欣然出狱，王杰和陈婷带着女儿前来看望。王杰递给常欣然一张银行卡，
想要以此来弥补他所犯下的过错。常欣然木然地接了过去，这笔钱或许可以改善常欣然的生活，但他心中的伤痛却只能靠时间去抚平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